今天这家店真的太残忍了，掐指一算，我们是不是又有1年没去泡温泉了？非常纳闷哦。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又是一个藏在深山里面的温泉馆，它其实非常高级，但这个地方叫土肥，我还是有感觉被冒犯到。据说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温泉很肥。带你们入住之后，本来想给你们拍一下我的房间有多大，但它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还是换了衣服直接去泡温泉吧。这个地方总共6个池子，3个盐泉，3个碳酸泉。很过分的是，它还有一个情侣的私汤这我跟汤老师2个看起来像情侣吗？气死我了！吃饭的包厢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只有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才会把包厢的帘子打开，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你是跟谁来的？这桌菜就是我们泡完温泉的奖励。其实，在你泡完温泉之后，看到有人给你准备了一大桌的菜，你会有一种幸福的错觉。那不废话，我花了钱的。第一个是温泉豆腐，应该用的不是我刚才才泡过的那个温泉吧？应该吧？这个是银鱼的鱼冻 ，QQ 弹弹，非常开胃。这个就比较恶心了，酱油腌的章鱼刺身，这个很好吃。芝士烤甜虾，这种菜就是不管好吃难吃都只有一小口。比方说看这个，一小口烧鲷鱼，我觉得鲷鱼都还没反应过来，它就已经在你胃里。这是一只刚才还活着的白虾，直接把别人的背掀开了。哇！话说它的壳还是透明的，有够残忍的。然后更残忍的是，他会给你端上一锅生烤鲍鱼，看着这个鲍鱼扭的那个样子，我都觉得痛。但这个应该很好吃吧？这个鲍鱼它下面还带着肝。你们知道带着内脏的鲍鱼是什么味道吗？就像五花肉夹着大肠吃，非常爽。微苦。但这家店最奇怪的是他们家没有水果。继续吃菜，下一个菜是一个非常凶狠的大叔送了我们一条金木雕，总感觉大叔在这工作之前应该是做什么比较厉害的工作的。这个是用甜酱煮出来的金木雕，香甜的酱汁是彻底煮进去了，本来没什么味道的金木雕，肉里面都泛着香甜，而且这个特别适合就着白米饭吃，而它的皮是甜的。最后我们就要来啃螃蟹了，蟹腿基本上已经帮你做了一些处理，吃起来会很方便，用手都可以直接扯出来，基本上就是用白水煮的螃蟹，青叶蟹腿肉的味道还是很浓的，旁边还放了一碗剥好的蟹肉，最后我们还有一份寿喜烧。你们发现没有，温泉酒店里面菜的量是真多呀。其实这家店真的还有很多菜，但我真的讲不完了。阿基推荐指数8.5分，好玩，适合情侣来。我管那么多干嘛？去，烤玩意儿。我真的觉得鳗鱼要吃这种活杀现烤的才好吃，而且鳗鱼身上居然有这么多部位都是可以吃的。今天找到这家店又在惠比寿又是一家烤鳗串的老店，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这个街道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居酒屋，非常适合居住。ちょっと早く着いた大丈夫ですか？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菜单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上面写的大部分部位我都没看懂。墙上虽然挂了些本日推荐，但我们还是直接交给师傅吧。小菜就是一点怀蓉加菜叶子，都是蔬菜，活到150。第二个前菜是一碗垂蓉汤，服务员说这个挤一点柠檬会更好吃。因为它是用烤鳗煮的汤，所以它里面还有一点炭火的味道，特别香。下一个菜是发箍，那并不是，它是用鳗鱼的一整根骨头炸的天妇罗。我们听这个声音，味道嚼起来像猪大骨里面的骨髓，就油香油香的。接下来是这个串儿，它是用鳗鱼肚子上最肥的那块肉卷成的，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它那个皮跟脂肪，而且皮已经烤得焦脆，咬开之后下面还有一层脂肪温柔的接住你的牙齿，那个油的味道特别的美妙。然后这个串是鳗鱼侧面的肉，这个基本上全是肉，蘸一点芥末会很香，里面还夹杂了一点鳗鱼的小刺儿，这就是典型的又嫩又脆。但是不得不说鳗鱼是真的油。下一个菜，这个黑不拉几的像一样的是鳗鱼的里脊肉，我第一次吃这个，它味道特别的腥，酱油都盖不住那个腥味。然后这个特别好吃，你们肯定都吃过鳗鱼干，淡淡的茶香带着一点鳗鱼的油香，再刷上一层甜酱，它的味道特别的丰富，而且口感吃起来跟鸡肝一样。吃多了荤的，接下来就是一盘蘑菇，还有一碗这个是，那是不是有点像煮出的鼻涕？但是真的有人喜欢吃山药泥吗？但是这一盘烤蘑菇是真的很好吃，炭烤出来的香菇真的很上头。然后是2盘烤鳗鱼，这是蒲烧，这是西京烧有什么区别吗？味道好像都差不多，就是甜酱跟盐的区别。炭火的高温会直接把里面的骨头烤脆，所以里面嚼起来其实是咔嚓咔嚓的。接下来是我一直很好奇的这个菜，它是鳗鱼的脖子鳗鱼的脖子在哪儿？然而它烤出来却是这个样子，这是什么呀？这是吃起来像是在吃黄喉，脆脆的，而且没什么鳗鱼味。然后在我们吃了这么多菜之后，终于开始做我们的鳗鱼饭了。师傅是先把肉烤了之后，然后再拿到锅里蒸，最后蘸上酱汁再端给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漂亮，你都能直接闻到炭的味道。我打算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吃，一口鳗鱼一口饭，而且这个酱汁的甜度刚刚好，就是微甜的炭火香气。这个肉因为它很嫩，所以它吃起来是很绵密的那种感觉。你们看到它肉里面泛的油光了没？这个就是活杀鳗鱼才有的油光，只能用美丽来形容它了。阿基推荐指数9分，看玩意儿怎么是这个颜色啊？玩归玩，闹归闹，你看吃饭从来不迟到。今天我们终于要挑战一些好玩的餐厅了。这家店叫仙人小屋，它是一家专门吃鹿肉、熊肉的地方，但是他们家所有的肉都是在日本合法养殖的，所以不会对大自然造成任何的破坏。不要问我为什么这家店又在深山里面，因为他家的养殖场就在深山里面而且他家还罕见的不能预定，又因为熊肉每天是限量供应，所以我们只能早上7点钟就过去排号。幸运的是排到了第一个，我现在就等他叫我的名字。嘿，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在下雨，所以今天只能参观猪圈。那个阿朱到底做错了什么？店里的入口就会给你来一下，不知道是雕像还是标本，反正挺瘆人。菜单就是放在门口的一个板子，还有咖喱，熊肉咖喱。我们就点的是雄鹿的烤肉套餐，它这个颜色长得真的很奇怪。我们现在烤一片鹿肉吧。
鹿肉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这次我们还特意挑的是脂肪比较多的那种，就烤出来的味道会比普通的鹿肉更香。枸杞乌骨鸡汤，你们知道那个味道吧？鹿肉本身就很接近那个味道，而且烤出来也不会觉得很柴，反而脂肪的那个地方特别的下饭。可以在快要烤好的时候撒一点椒盐，虽然味道也很好，但这样就吃不出来鹿肉本身的鲜味了。这是一坨特别肥的鹿肉，我感觉吃起来超香。再来看看我们的熊肉，看上去就觉得很一般，你用筷子把它夹起来你就知道，这个肉肯定很柴。我不确定是那个汤汁的味道还是熊肉本身的味道。我来试着客观的描述一下那个味道哈，就是特别的难吃，像过了一遍水的该牛肉。我们再试一下直接烤的，这几片肉就是没经过任何的调味，烤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很像牛肉？但它比牛肉难吃多了，它像是把阿司匹林磨碎了之后涂抹在了肉上面。这次我们是按照老板娘推荐的方法来吃了。肉非常的坚实，而且越嚼越苦。这 0.5 倍速吗？就算你撒了椒盐，也盖不住那个苦味，感觉嚼完一片之后，我连咬肌都练出来了。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拍个封面。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鹿肉真的很好吃，熊肉我个人是不推荐了。我感觉我现在嘴巴里都留着那个鹿油的香味。阿基推荐指数：鹿肉9分，熊肉5分。就这样吧，卡玩意儿。今天这顿寿喜烧真的是吃出了疑惑 ，respect。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上一次我们不是去了一家1886年开业的寿喜烧店吗？那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又去搜了一家。今天这家店更夸张，1872年开的业，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刚上初中。话说1872年到现在已经有149年了，还差1年就可以到那个了。我们预定的是他店里面最大的那个包间，一走进来就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味儿，不是指嗅觉哈。这位就是今天帮我们烤肉的阿姨，长得有点像我以前的班主任，非常害怕。他家也是不能点菜的那种餐厅，只有一个贵的套餐跟一个便宜的套餐。那我们两个都点吧。接着热油热锅的时候会给你上一点小菜，先上的是煎鱼刺身。为什么来吃寿喜烧我也要吃生的？然后这个比较好吃，是一碗荞麦米饭，里面还有一坨烤的鳕鱼，就着荞麦米一块吃，感觉自己可以活到199。萝卜，它热好锅之后，先会在那个锅里面倒那个寿喜烧的汁，然后就是放牛肉了，接着是开始搅生鸡蛋。反正我们吃这一顿总共要吃8个鸡蛋，那坨牛肉也会一直放在锅里煎，滋啦滋啦的，闻起来味道特别香。煎好之后就会直接泡到蛋液里面，一会儿那个蛋液就会进到肉里面去。第一片是贵的那个肉会切得很厚，所以你要把它往下按一下，要让它身上带满蛋液，于是你就能感受到2种不同的甜味。第一碗其实它只是纯肉，让你先过一下肉瘾。从第2盘开始就会在里面加一些菜，洋葱、金针菇这些。对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的头发没有掉下来。正题，第2盘因为加了洋葱、金针菇和豆腐，所以汤汁会变得没有那么油腻。其实你甚至还可以用肉包着豆腐吃。然而我觉得这碗里面魔芋丝才是那个精华，因为它能粘上非常多的蛋液。这个葱好好吃。下一碗是金针菇跟茼蒿，茼蒿真的是神呐！它和很鲜的汤搭配在一块的时候，就会显得它叶子的味道格外的清香，这个味道真的好上头。再来一口金针菇就着肥肉一块吃，冲破香甜的牛油之后，就是金针菇的软脆。吃完这盘，对和牛的欲望也差不多满足了。班主任又打起了蛋来，他会就着刚才寿喜锅的汤汁，直接把米饭倒进去煎，然后再把刚才打好的鸡蛋液淋在上面，这什么神仙做法？看着我就饿了。然后3、2、1，开盖。有没有那种像蒸蛋糕一样的感觉？切起来更像蛋糕，米饭跟鸡蛋基本上融在了一块儿，但因为鸡蛋跟那个汁水都是甜的，所以真的还有点腻人。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在下楼的时候，老板会把你叫住。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其实大概就是出门保平安的意思，只有在那种很老的店才会有这种动作。长见识了。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啊！你们听过反向猫舍这个词吗？这是日本最近兴起的一个新玩法，就是首先这个猫舍并不是给猫住的，而是给人住的。其次你进去之后并不是你选猫咪，而是猫咪选客人，好像有点奇怪哦。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新玩法。最早是在 ins 上面刷到的这家店，我当时就有一个疑惑的预定了，是家海边的和式旅馆，非常的日本。你知道了，他这个店入住的流程极其的复杂，这老板非常的凶，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老板跟我们讲了1个多小时的各种规矩，包括什么日本的动物保护法，什么猫咪如果受到了伤害，我们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啊！难道我住个旅馆还会被抓吗？当然还有各种照顾猫咪的小常识。上完课之后就会把我们带到房间里，这个地方甚至有种拍电影的感觉。接着就是猫咪选妃的环节，他们平时是集中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老板还会给你发一个小册子，上面写了每只猫跟谁玩的好，跟谁玩的不好，并且我们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跟猫咪套近乎。如果在这1个小时之内并没有猫猫跟你玩的很好，老板就不会允许猫跟你过夜。没加 KBC， 但还好我最后也是用了一点花招，骗到了一只小猫咪一直跟我玩。嘿，今晚你是我的了。然后过一会儿老板娘就会把猫送到你的房间来，这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人在家中坐，猫从天上来。
他不理我了，我觉得这些猫它其实是懂的，就是陪客人过夜会有好吃的，待在猫舍就只有吃猫粮。刚才在楼下他还挺粘人的，怎么一上来就这个表情，就满脸开心啊？这你什么意思？但是一到吃零食就很粘人了，怎么这么物质啊你？虽然喂完之后还是一副臭脸，但是好歹知道过来跟我一起睡了。第一次有猫咪陪着睡的感觉真好。对了，今天视频里面所有的猫都是流浪猫，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家店的一个原因。第二天早上让我最吃惊的是，猫咪居然会主动钻回笼子里，它居然知道自己要回宿舍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清理猫砂盆等各种东西，最后是还给店长。当然店长也会问你昨天晚上猫咪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回房间准备继续上路了。总的来说，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能给无猫人士或者想养猫又不敢养人士提供了一次短暂试养的机会，也是我漫漫旅程当中一个治愈的落脚点。说的开心，阿奇推荐指数9分，卡玩意儿。